上集说到，辛梅尔凭着磨练到极致的感官能力，即便深陷幻想之中，依旧抓住机会斩断了格拉奥萨姆的手臂，也让芙莉莲终于苏醒过来，并在众人的掩护下成功抵达女神之杯，触碰石碑并发动了女神的魔法。而随着芙莉莲触碰石碑，格拉奥萨姆等人的行动也宣告失败，但他并没有选择撤退，因为此刻的他早已经彻底动怒了。只见周围逐渐被浓烟笼罩，格拉奥萨姆冷声表示，虽然自己也不想使用这种战斗方式，但现在已经不是考虑手段的时候了。勇者辛梅尔，希望你不要恨我。索利提尔见状，立刻让所有人到此为止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继续战斗的理由。但辛梅尔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自己绝对不能放任他们这些危险的大魔族活到未来，他必须在这里将他们全部解决。然而索利提尔只是轻笑回应，如果是勇者辛梅尔，确实有可能在这里杀死他们，但一旦真的走到那一步，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反抗。到了那时，未来恐怕也会因此改变，芙莉莲想回去的那个未来或许也会彻底消失，这样的发展也蛮有趣的。就不知道勇者辛梅尔是否想试试看。辛梅尔听后愤怒挥剑斩断索雷提尔躲藏的树干，并冷声让他们赶紧滚蛋。为了确保芙莉莲的未来不受影响，辛梅尔最终只能放走这些大魔族。而在确认芙莉莲安全后，他也立刻大声呼喊，让艾冉撤退。此刻正在与艾冉交战的利瓦莱自然也听见了，于是便立即问他应该不会背对敌人逃跑吧，但艾冉却表示那更像是勇敢战士才会有的想法。想必利瓦莱一定已经抵达自己无法企及的武学巅峰，所以才能说出这种话。利瓦莱并不理解他的意思，艾冉则进一步说明，不懂恐惧的战士早晚会死在战场之上，而自己也不是什么人类中最强的战士，只不过是与自己同时代的战士全都已经战死罢了。利瓦莱闻言露出轻笑，没想到艾冉在接下自己一击后，手中的战斧依旧能纹丝不动，而艾冉也在此刻使出闪天击，这一击终于破开了利瓦莱的防御，并将他击落悬崖。艾冉冷声表示抱歉，因为自己的队长已经下令撤退，而这片战场并不是自己该死去的地方。利瓦莱听后则放声大笑回应，称赞艾冉确实很出色，正因为他心中怀有恐惧，所以才能如此勇武的拼命战斗。艾冉绝对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而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愉快的战斗了。与此同时，此刻已经撤退的格拉奥萨姆也向索利提尔表达了感谢，承认刚才的自己确实太过冲动。索利提尔则认为，刚才那副模样实在不像平常的他，竟然展现出如此恐怖又充满杀意的一面，看来他真的有必要好好反思一下了。但喜欢研究内心的索利提尔又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？于是当即追问他是否有什么感想上的收获，格拉奥萨姆却只是轻笑反问，他真的想知道吗？索利提尔闻言立刻让他不要再卖关子，不然自己可就不听了。画面随后回到勇者一行人这边，芙莉莲缓缓从睡梦中醒来，疑惑地看住伤痕累累的众人，不明白他们为何变成这副模样。辛梅尔见状则平静地表示，看来他确实已经安全回去了，但芙莉莲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。辛梅尔也没有多做解释，只是轻声回应，那不过是一点关于遥远未来的事情罢了。随后画面回到未来，芙莉莲看住周围的景色以及身后的费伦和修塔尔克，也终于确定自己回到了原本的时代。但费伦看住发愣在原地的芙莉莲，顿时就感到很疑惑，于是他忍不住询问芙莉莲到底在想什么。芙莉莲听后有些错愕，连忙反问自己发愣了多久，但费伦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。芙莉莲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穿越回去的那段时间，在未来竟然只过去了短短一瞬，这也让他忍不住怀疑，自己真的回到过去吗？然而看住石碑下方留下的文字，芙莉莲也确定了答案，因为那段文字正是辛梅尔留给自己的。而当他再次将手触碰石碑时，却发现上面的魔力已经彻底消失，就如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样。现在剩下的不过就是一座石碑的残骸而已。修塔尔克和费伦对视一眼，完全不明白芙莉莲到底想做什么。于是修塔尔克率先表示，如果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自己就先去准备野营用具。但芙莉莲却立刻表示不用了，因为调查已经结束，他们现在就可以回去。费伦听后不禁有些怀疑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结束了。芙莉莲则轻笑着回应，自己这次也算是有所收获。修塔尔克却忍不住吐槽，难道他们在森林里走了3天3夜，最后就只是为了刚才那短短片刻吗？芙莉莲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淡定表示他们现在可以回去了，这让修塔尔克再次崩溃。难道接下来还要再花3天3夜走回去吗？费伦则让他算了，毕竟芙莉莲也不是第一次这么随性。修塔尔克听后顿时大哭起来，芙莉莲也只能安慰他不要哭了，但费伦却忍不住吐槽，这一切明明都是芙莉莲大人的错。随后众人再次踏上返回帝国的旅程，而费伦这时也问出了自己从来时就一直在意的事情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片森林深处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魔物？难道这里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吗？芙莉莲听后才回想起来，他们这一路确实没有碰到什么魔物，如果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路上还能理解，可这里明明很少有人会来。但转念一想，这样其实也不错，
于是他便让费伦不要想太多，毕竟旅途路上自然是越轻松越好。费伦闻言也没有继续追问，但很快便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道人影。芙莉莲则提醒他不用担心，因为对方只是人类。只见那名壮汉缓缓走向众人，表示没想到竟然能在森林深处遇见冒险者，而且队伍里还有一名精灵。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芙莉莲大人吗？而在确定了眼前之人就是芙莉莲之后，他也向他们介绍起了自己，表示自己是附近村子的战士，每年都会来女神之碑这里几次，为自己的战士生涯祈求平安。芙莉莲闻言顿时就很好奇，难道他知道有关女神之碑的情报吗？但战士却表示这不过是村子里古老的传统而已，甚至就连自己的祖父都不知道这个传统的来历。芙莉莲闻言也理解了，看来传到现在就只剩下表面的形式了，这在人类的文化中也是挺常见的事情。难怪这附近几乎没有魔物，原来是因为有战士经常来访。修塔尔克听后也有些佩服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能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传统坚持到这种地步，毕竟这条路本身就相当难走。但那名战士却轻声回应，即使是毫无学识的战士，女神大人也不会吝啬恩宠，这是自己的祖父当年告诉他的话。而芙莉莲更在意的是他究竟是怎么知道自己的。战士闻言也缓缓说起，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，当年的他正好也在这附近，并遇见了一名老人，对方独自一人就解决了凶猛的魔物。在追问之下，他才知道那人正是勇者辛梅尔。当时的战士还有些怀疑他的身份，但辛梅尔只是平淡的回应，别看自己现在这副模样，当初他可是击败过魔王的人。战士听后也想起自己曾听祖父提过那段往事，那已经是他出生前很久的事情，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见故事中的勇者大人。辛梅尔听见故事这2个字后，也只是轻笑住感叹，没想到自己竟然已经变成故事了，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过去了很多年。战士随后便询问辛梅尔是否也要前往女神之碑，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立刻表示可以替他带路。辛梅尔听后也向他道谢，并在路途中讲述了许多过去的冒险故事。而战士也好奇地询问他为何要前往石碑，难道是有什么关于那个石碑的冒险故事吗？辛梅尔听后只是轻笑回应，自己可不能告诉他关于这点的原因，毕竟自己已经和某个人约定好要把这个故事带进棺材里。不过自己一直调查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，而他这次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实现与芙莉莲的约定。虽然说不定现在的芙莉莲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，但自己却从未有一刻忘记过他。战士听后顿时察觉到一丝悲伤的气氛，忍不住询问辛梅尔。虽然自己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光从故事来看，芙莉莲大人似乎是个薄情的人。辛梅尔听后并没有否认，只是接着补充，这或许也算是他的优点之一，而且自己总有一种预感，芙莉莲到最后一定会来见自己。芙莉莲听到这里也默默低下头，轻声感叹，原来辛梅尔还说过这种话。而那名战士也在这时起身准备离开。芙莉莲见状立刻追问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事，战士则轻笑住回应，因为辛梅尔大人在聊起与他的回忆时总是显得很开心，所以他才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让芙莉莲知道。当然这也只是他个人的想法而已。随后芙莉莲一行人也回到了帝国，而他们的入国申请也比预期更早就通过了审核。就此众人终于正式踏入帝国领土范围。